俄罗斯态度又变了，真的要无条件和谈吗？那该打还是得打，泽连斯基根本做不了主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，可谓是磨刀霍霍。在大家的预料当中，一场规模浩大的春季大战就要上演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谁都没想到，俄罗斯突然是变了态度。最近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突然放话，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。按照他的说法，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以谈判结束的，俄罗斯的冲突也不例外。那么对此，俄罗斯也是做好了准备。什么情况？这前一秒还在放狠话，这下一秒就要和谈，而且还是无条件和谈。这俄罗斯是认怂了吗？真的要无条件和谈吗？坦白地说没有可能。俄罗斯这个时候说无条件和谈，绝对不是真心话。这最大的可能就是为了麻痹乌军，使其失去破釜沉舟的勇气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俄军最近的动作毫无和谈的迹象，甚至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。据英国媒体的报道，俄罗斯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决战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，至少1800辆坦克、3950辆装甲车、2700套火炮系统、810套苏联时代的多款火箭系统，还有400架战斗机以及300架直升机，以及超过30万士兵的大军。俄军的这次攻势将在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，也就是在2月24号左右展开。这一波攻势远比1年前那是要猛烈得多。届时，斯瓦托夫克雷米纳一线将会成为俄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既然俄军为这场大决战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，那调动了无数的人力和资源，怎么可能以一个无条件和谈的结局收场？那该打还是得打。其次呢，乌克兰的和谈条件，俄罗斯绝对无法满足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泽连斯基就非常强硬的表态，拒绝和谈。虽然后面因为美国的出面改变了态度，但是那几个和谈条件却是一个比一个苛刻。比如说，让俄罗斯放弃乌东4州以及克里米亚，俄罗斯就绝不可能答应。那更别说还有俄罗斯赔偿损失、惩罚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官，这些条件就注定了现阶段和谈的基本无望。最后呢，是否和谈，泽连斯基呢根本做不了主，他说了不算呢。那这次大决战表面上是俄乌之间的争斗，但是其实呢，还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围剿。这不说别的，在这次大决战当中，乌克兰最大的底蕴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支援，尤其是前段时间松口的主战坦克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战斗机支援。为此，西方还为乌军提供了长达数月的培训服务。所以说，西方在这次大战当中那是投入了相当大的筹码，尤其是美国。那既然有投入，那就必须得到回报。和谈并不是美国现在想要看到的结果。总而言之吧，虽然我们不排除未来俄乌和谈的可能性，但是就当下的局势来说，和谈绝无可能。维尔西宁放出来的话呢，多半是为了麻痹乌军，让他们觉得还有后路，就不必在这场大战当中破釜沉舟了。那另外呢，也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出俄罗斯愿意和谈的姿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